有请主持人赵娟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；著名情感书作家陆琪老师，欢迎；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，欢迎。来吧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，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和我老公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，认识没有到1年就结婚了。结婚前对我还挺好的，现在对他是越来越不满了。家里家务事不做，还总给我捣乱。我一个人在家带2个宝宝，我真的很累。我跟他是异地恋，为了他呢，我把工作辞了回老家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回来以后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一言不合就开口，根本就不分场合的那一种。他不仅和异性朋友交往让我很不舒服，而且对我是越来越抠门，没有情调。今天来我就是想让他改变，如果再不改变的话，我觉得我要和他过不下去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刘先生，26岁，来自安徽，厨师；女嘉宾朱女士，25岁，来自安徽，全职妈妈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他讲的那些矛盾没有那么夸张吧？你觉得妻子有点夸张哈？对，2个宝宝啊？对，双胞胎，男孩女孩？2个女孩。小片里有一句话说，为了他回到老家是吧？是。在哪儿过去工作？过去在南京。然后现在回安徽还是做厨师是吧？回安徽干了金融行业，前一段时间发生过异性交往的问题，然后现在还干厨师了。好嘛，还挺复杂，咱们一条一条线索来哈。妻子，你的不满意是什么？就是在家庭方面嘛，他家务事也不做，衣服乱扔，家里面随便在哪都能找到他的袜子，什么宝宝奶粉罐上呀，宝宝的那个围栏里面呀，有一次宝宝都拿到嘴里吃了。那也不是我故意的，对吧？你看我袜子揣口袋也不行，然后放那个柜子上、鞋柜上也不行。有几次他把我扔掉了，然后但有2次也确实是我不对，我放在宝宝奶粉上面了，然后放在沙发上面了。但是对于上班的人，哪有那么多细心的去布置一下呢？对吧？你就不能放在卫生间让我洗吗？这应该算生活没有条理，或者比较邋遢。对，然后就是他休息吧，我想说你就是早上吃饭他先吃，然后我再喂宝宝，然后他吃完了，我说那你喂一下吧，我再吃饭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没到几分钟就说，哎呀不行了，宝宝头掉到饭碗里去了。关键你是全职妈妈，我是上班的人，我也不可能像你带的那么细心，那么专业，对吧？但是孩子。他是想跑，一头栽到饭碗里面，就那个饭碗就盖到他头上。行。还有就是他工作上面，结婚前嘛他就有过，就是他朋友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一个桌子上面，他旁边是他认识的一个女生，他就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，就一直在跟那个女生说。主持人是这样的，一桌子都是我哥们，然后就狂敬他酒嘛，因为他也是单身，然后他就认我一个，然后我就劝了他几句，我讲你少喝一点，就劝了3次吧，完了他就不乐意了。回来完了还说我中央空调，我说我没干什么，无非我就跟他多讲2句话了。如果说你真的因为我跟异性讲话的话，你生这个气，我真的没必要，太小心眼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一桌子上我也只认识你一个人呀？但是我也没跟你，不是没跟你讲话呀，根本就没理我，这个就算了。然后结完婚之后，他去上班了。第一个工作，他说他在同事中认了一个师傅，是个女的，要跟他学习什么东西，就经常跟他聊天。有一次我看到他给他发了一个么么哒。然后完了之后，我查他的账单记录，在那个蛋糕店里面买了蛋糕，我知道他肯定是给那个女生买的呀，对不对？你讲的这个事情，你不觉得你自己有过错吗？对吧？我跟你说了，那个是我师傅，我想学他的一点手艺，对吧？我可能去。你可以感谢他呀，你为什么要发么么哒呢？你听我讲啊，我是买了一点东西去送给他吃，然后呢东西学到了，然后我就发的微信，就是感谢的那个表情，那个。具体发没发我不记得了啊，但是从那以后，我一下班回来的手机就是交给他，从
看每一个人的聊天记录，仔细到每个人讲什么话，然后查完过后再看那个零钱明细，每一笔钱，哪怕是1分钱花到哪，都要看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一次不查，天天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后来对我实在是太抠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在这里说，我都感觉有点丢人。我就有一次，因为我们开了一个小店嘛，旁边有一家水果店，冬天卖那个栗子，我特别想吃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生了2个宝宝，经济上不是有点紧压力啊。那天早上看着热腾腾的，我就好想吃，我就买了6块钱，就6块钱，他就在那里。你看，你又来了。你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你承认过好多次错误了，对吧？那天是这样的，那天下着雨，早上嘛，肯定生意要差一点，对吧？然后我心情不好，就看到他拿着个袋子在那装栗子，就冲他吼了2句。我说你少花点钱，对吧？完了他就哭了，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妈了，然后就回娘家住了几天。对啊，我真的特别委屈，因为我没想到我花这6块钱。他在那个小摊面前冲我发火，我说别说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就不吃了。他还在那里继续说，就是感觉外面人都听到了，我感觉我真的在那里待不下去了，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，我说我跟他过不下去了，他现在为了6块钱，他在这里讲我。这件事情我已经承认过好多次错误了，对吧？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对他确实舍得花钱。结婚了嘛，毕竟是2个宝宝，生活经济压力肯定是有的。我觉得有的钱是该花，有的钱是花在有用的地方，比如说是花在家庭啊，多为孩子付出一点。你那个，你挣的钱是交给妻子管还是你管？你们家谁管钱呀？开始是他管，后来管着就管到我身上来了。现在挣的钱都在你自己口袋里。我给你管，你管好了吗？现在是我买什么东西我都得跟他说一声，不管花多少钱我都会跟他说一声。然后完了他对自己抠，对我抠。对宝宝抠，对吧？我都能理解，因为你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嘛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只对我自己抠，我没有对你对宝宝抠。我嫁给他第1年，就是我在家的时候，我妈妈每年都会给我买新衣服，但是因为嫁给他，经济我知道紧张，但是我还给他买了新衣服，我自己都没有买。听明白了，所以你也很委屈是吧？其实这些我都挺还好，可以接受是吧？对，因为为了宝宝嘛，我都能接受。但是我觉得他不关心我，觉得对我还蛮难过的。他对你的不关心，除了栗子之外，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不舒服啊？就是后来发生一件，我觉得更严重的事，就是第1年的结婚纪念日，他居然说给我忘了，就是我提前了好几天，我跟他说了，过几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。然后那一天我在家，我觉得他会给我带点什么，哪怕不贵重，我觉得你心里面记得有我就行了。但是他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你说你忘了就跟我道个歉呗，他跟我说，你都结婚了，你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不要那么梦幻了。这个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能完全说我个人的错，对吧？因为是工作的事情，以前都是他陪我去店里。然后就那一天结婚纪念日，天下着雨，他自己在家，然后我从早上9点钟到店里，然后晚上7点钟，我一直就没离开过店。啥店呀？就是卤菜店。熟食店啊，挺好。对，然后我就是忘了，然后。那你跟我道个歉呀！你为什么说那种话？然后后来还说，你要不把1年要过的节日你都列出来。那是气话好不好？他说我按照你列的给你过就行了。因为这个事情他不依不挠了好几天，然后呢，我跟他讲话，他还是不理我，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，你以后把1年多少该过的节那个名单怎么过，这个话是我不对，但是那是气话，你不能老是放在心上。你觉得你先生心里还有你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对宝宝还是挺好的，就是感觉他做到了一个好爸爸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做到一个好丈夫。这没有做到好丈夫，是因为他不关心你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可能是你误解了，对吧？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也是当父母的人了，对吧？你更多的是为这个家庭，而不是就是这样一味的沉浸在爱情那个谈恋爱的那时候那个阶段了。至于省钱这一方面，我也确实过了，比如说不讲道理了啊，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？可以。确实是给师傅买蛋糕。对。这给师傅买蛋糕就是为了学习，还是有别的想法？真的，因为这聊天记录我都没有删，因为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查就查就是了。但是他
就想到其他的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会为了异性而重新要开店呢？这是你自己说的吧？你刚才说后来发生了一些跟异性的问题，我就不做这个了，我又回去做厨师了。你说的原话对吧？哎，对对对。指的是哪件事儿啊？就是他不是又换了工作吗？又来认。我生气了，你还会去哄我的那种。但是我回来跟你结婚以后，你是什么样子的？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就是前2天的事情，我在超市，跟他买那个酸奶，他前一天已经胃疼了，我说胃疼冰的少吃。我的妈，他在大众场合不顾任何人的感受，就一声吼起来。搞得好多人都看着我们，我感觉很丢人。你就不想让我吃那5块钱的酸奶？那你看，主持人，你看，因为那个6块钱的例子，他一直跟我耿耿于怀，过不去了。问一句啊，吃了吗酸奶？我是买给宝宝吃的，然后他就在那一直说让我不要吃，你知道吧？你吃了吗？然后我没吃，我喂给宝宝吃了。哎呀，那你就吃呗。你要觉得酸奶很重要，你真的很介意这事儿哈。我就介意那6块钱就。行。你说先生的我们听明白了，你的期望我们听明白了，对吧？能够再多帮帮你。还有一点。还有。就是他总是说我结婚前怎么样，很温柔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我结婚后为什么会变得现在这么暴躁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，我很累，我想要就是你回来的时候主动的带小孩，然后跟我沟通聊聊天。他从来好像只有我叫他的时候，他才会做这些事情。你觉得这完全是我个人问题吗？我每天早上上班是7点半起来，然后晚上5点半，然后回来就要做饭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带孩子。我更多的认为你太过计较了。你觉得？你每次都说你在家就是带小孩的，你就是该洗衣服的，女人就该做这些事情。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的话，我干嘛要娶你？是不是你说过的？这个话是讲错了，但是你觉得各有分工嘛？所以你们俩想到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呀？就希望他改变。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改的吗？脾气，最大的就是脾气啊！想不想好好过呀？想，真想哈，真心想。我来这里就是想通过爱情保卫战能解决我们2个最根本的原因。你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在资料上看到你们。
不要去注重这些细节。咱较真儿的就是那6块钱。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自己能赚钱，你吃那6块钱的栗子，他敢不敢说一句话？不敢。所以在这儿，明白吗？我一直在劝女生，你一定要有自己赚钱的能力，然后一定就是我花钱的时候底气就是足。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，你现在就是憋的在家里头，实在没什么事儿干，拿查老公手机当一娱乐项目。所以要有自己的生活，你可以暂时因为双胞胎的宝宝忙家里的这些事情，但是要有自己的闺蜜，要有朋友，要出去社交，好不好？这是你的问题。你知道一个女人带双胞胎的宝宝有多难吗？我生一个孩子，然后我们家有其他的这个人帮忙照顾，等于我们2个人带1个人。我每天不录影的时候，在家里只有晚上10点以后到12点这2个小时是我自己的时间，其他的时间你就会不错眼珠的盯着这个孩子，他吃了，他拉了，他玩着，他闹着，他登高了，他望远了。妈妈是非常非常辛苦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公给予无限的理解。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不爱听啊！你不就是一全职妈妈吗？所以家里的所有的事情都要你干。我告诉你，在家带孩子绝对比上班要辛苦。我知道你工作压力大，我知道你很难，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是要相互包容、相互理解的。你们俩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？不是吵架，是换位。你有休息的时间吗？有。星期几？星期六、星期天。好，你们就找一个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你俩换工作。你出去找一个兼职，就周末的这种，7点钟就走。你就在家给我带孩子。晚上，你7点钟回来，你接手或者怎么样，你爱帮忙不帮忙，你也可以像他一样不帮忙。你就带2天，你试试看，你就可以知道女人带孩子有多难，你就可以知道男人在外面赚钱压力有多大，他是不是需要和其他人有一定的交流，在婚姻当中要彼此的理解对方的难。我不要求做到感同身受，但是我们要相互温暖。祝你们可以白头偕老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周琦老师，左岩老师说了，就你们互相不了解，为什么互相不了解、不懂对方的难呢？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2种价值，一种叫社会价值，一种叫家庭价值。你们做了一个分工，但是分工带来了隔离。你身上只有家庭价值，几乎没有社会价值；你只有社会价值，没有家庭价值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发现你理解不了他的家庭价值，他理解不了你的社会价值。最后，因为你们互相不了解对方的价值，导致你们互相在漠视对方，最后你们陷入了一种情绪的恶化。所以我非常同意左岩老师刚才说的，一定要互换角色，了解对方的价值，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对方的好。就这样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你来我们这个节目想解决2个问题。却不愿意给他买酸奶，
不愿让他吃6块钱的栗子。很多结了婚的男人都会认为他在家干任何活都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之间是自己人。但外面的女人是不一样的，外面的女人因为我要跟她一起工
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确实挺好的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也许像老师们说的吧，我不了解你在外面的艰辛。我以后我会改，但是我希望你也能改。你自己其实也挺好的，就拿你对我父母那个态度，我就很欣慰。但是你这个脾气呢，我希望你能收敛一点，对吧？胸怀，我也希望你大一点，因为我们两个带孩子确实不容易，维持一个家庭真的很不容易。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难走到白头偕老。就是我希望你在做一个好父亲之前，再做一个好丈夫，让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关心。我会的。这不就挺好的吗？要什么就直接说嘛，啊，以后再具体点就更好了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腾讯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，看看这一对他们如何选择。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就消消气吧。现在也不是吃栗子的季节，我跑天津买了一点栗子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记恨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咱们以后一起过好这个家庭，可不可以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好好的好不好？不要再跟我吵了。我知道你也挺难的，其实我们互相多理解一下对方。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我们不为自己，要为双胞胎想一想。请亮灯啊！这个感动的都不行了，看来很久也没拥抱了，是吧？来，是吧？点头啊！以后回家给个抱，行吗？啊，别老在微信上跟人么么哒了啊！给个拥抱，啊，记住以后每天回家给带栗子啊！你要能做到天天带2颗栗子回去，这也行了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，拥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我感觉不到你的温暖，所以我会觉得冷。人有的时候不能指望着别人给你温暖，你要在生活当中寻找那些能够温暖你自己的东西。当你变热的时候，别人要不要给你热量已经不再重要了。如果你的热量还能传递给他，我相信，只要他不是一块石头，你们的生活都会一点一点的好起来。我们要谢谢这对夫妻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生活常态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刚读大学时认识了正在读大4的他，我们很快发展为情侣。刚在一起时，我们就决定以后一定要结婚。在一起1年多后，我正在读大2，他刚大学毕业，我们就领证结婚了。结婚后吧，我感觉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像个长大的小孩子，学习和婚后生活无法兼顾好。我为了迁就他呢，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无法平衡好。我为了尽早成为他的妻子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也承担了很多流言蜚语。毕竟我还是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学生，我需要同时履行学生和妻子2个方面的责任，我的压力真的好大。我觉得我只是希望他可以更成熟，更为我们的未来考虑。只是目前的状况让我真的很迷茫，我不知道如果他继续这样任性下去，以后我们的日子应该怎么过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
沈先生，23岁，来自浙江，建筑设计师；徐女士，21岁，来自湖北，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23岁是吧？对，是。你留个小胡子，酷是吧？不是，因为这不结婚了嘛，得显得不，大声的告诉大家，这不结婚了嘛，所以得要显得成熟一些。哦，结婚的概念是办酒席还是领证？你们告诉我。领证。你现在在读书对不对？对，大2。大2。对。我们只能说现在真是赶上好时候了，只要到了法定年龄，就让你结婚嘛，对吧？你们俩是认识多久打算结婚的呀？就我们大1的时候认识了他，然后那个时候他大4。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决定以后一定要结婚。为什么呢？然后我觉得就是谈恋爱就得踏实，对对方负责。所以结婚就是负责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对感情认真。然后双方父母也同意啊？同意。我当时是这样跟我妈妈讲的，我觉得感情稳定下来了，我可以更加用心的读书，他可以更加把就是注意力放在工作上，然后我觉得对彼此是有好处的。哦。学校老师怎么看？同学怎么看？羡慕你吗？那些同学？羡慕。两位今天来是因为什么呀？就感觉结婚之后跟双方设想的都不太一样。哈哈，结婚多久就不一样了？就小半年。结婚之前的时候，感觉他挺宠着我的，然后什么事情也挺迁就我的。然后结婚之后，他就对我要求就变多了，就一点都不理解我，不体谅我。哦，那咱们详细说说呗。就是大4的时候我认识他，那个时候他要怎么样，我就陪着他。都满足他，但是现在我这已经不是学生了，我得正式工作了，就不能像以前那样。但是他还是很粘人，还要我有的时候陪他去上课。就打个比方说吧，就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，陪他去上晚课，然后那老师吧把我赶出去了，他当堂就想和老师争一下。我就害怕他因为这个事儿，这课就他有。但我觉得这个问题，就老师他自己也有错误呀。我们大学里面是没有明文规定的，就是说这个课不是你的课，你就不能过来。而且你当时你在课堂的时候，你没有影响到任何人，他把你赶出去，然后纯粹是因为他自己一个思想古板的原因。而且就是那么多人，他当众把一个人赶出去，我觉得他就是不尊重人的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有权利，然后质问一下他，你是不是不尊重人？我觉得人人平等嘛，对吧？学校既然把这一门课安排给了这个老师，那他作为这个任课老师，他是有自己的权利来维持他自己课堂的秩序的。没错。那就算就抛开这个角度，我愿意陪着你，但是我陪着你的时候，你那心思肯定就不能放课上了呀，你还会分出来给我。那说到这个事情，我还要问你了呢，你不觉得你很多时候就一点主见都没有，然后你给不了我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吗？我怎么没主见呢？我之前大1的时候，我想转专业，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些就好的建议和意见，然后结果你什么都顺着我说。但是那你这你要我就错过转专业的时候，然后再到考 ACCA 这个事儿。我当时跟你讲说我想考 ACCA， 然后你跟我讲，那好，我支持你去吧。然后最后我名已经报了，我5万多块钱的学费已经交了，然后你再跟我讲说，好像国内 CPA 更好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你和我说了之后，那我也马上去问我学会计的一些同学，问出来说，他说就是国内的话 CPA 的认可度比较高。然后我知道了，我也马上就告诉你了。他告诉我的时候，你已经把学费都交了，那我还能让你把学费退回来？然后你要说你要转专业转不了了，你要学些别的，那我肯定支持你，我不可能耽误你的前程啊。但是我感觉你现在在你的那个概念里头，就觉得我每天从来不学习，我每天很闲一样。那我等一下，回来我带了一个东西过来，就麻烦工作人员，然后把我的本书带上来。啥意思啊？就这个是我学 ACCA 的书，他平时觉得我好像从来不学习一样，觉得我很闲一样，然后这样给他看一看，上面写满了左野老师写的字，你看我是你写的是吧？是我自己写的，对。要看看吗？我封面都学没了。这个我相信大家这会儿可能有点恍惚啊，就是你觉得好像这是一对学生情侣，其实人家是一对夫妻。大家会说怎么夫妻谈这个呢？其实夫妻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也是分阶段的，在他们这个阶段肯定是跟他们生活最密切的事情发生冲突。男生是希望女生能够好好学习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他在家里，我也没见他就是花心思学习啊。我下午3点钟下课，我一到家已经4点了，我要马上买菜做饭等你回来。你吃完饭之后，我又心疼你，我不舍得你做其他的事儿，然后我要洗碗，我要做家务。有时候我在家里面洗衣服，洗衣机里面洗嘛，然后有时候就会忘了晒，就放3、4天，然后你怎么不知道把它拿出来晾一下呢？
洗衣服你丢进洗衣机里，那又不是你自己在洗。就算是这样子，那我平时我自己在家，我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学校那边找了个小区里面整租的房子，然后我平时我自己的娘家就是杭州本地的，然后因为这样子他要住在一起，娘家，那不一样，那不就我也不跟自己住在一起，那不就是娘家了吗？啊，行，那你娘那叫行。对对，然后我因为他要我陪他，那我肯定白天上班，晚上下了班回来陪他。那我以前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，我衣服全都是手洗的，这样我觉得才叫洗衣服嘛。你丢洗衣机里，你还是说你自己洗的啦？合计了你还嫌弃我没手洗是吧？我每次用洗衣机就是洗衣服、晒衣服，你该有个惯性思维吧？那行吧。那我看见了我也会晒啊。那好，我算你没看见。那一次就是我实训那一次，我走之前家里面一桶脏衣服在卫生间里放着，我回来之后还有一桶放着。我实训出去3天了，你怎么不知道把它洗一下晾一下呀？那你那一天我不是和你一起出的门，我把你送上了车，你就跟车一起去了，然后我就你周末不在家，我就回一下我自己娘家，有问题吗？很难理解吗？不难理解。而且那平时因为他就是以前是外地的嘛，从小和妈妈2个人住在一起，习惯了那个就是比较小的安静的一个生活圈子。对啊，那我家里面，所以你这人一多，你又回去，你又不开心，你就不乐意回去。哦，你觉得我不乐意回去？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回一下家怎么样吗？你能不能为我着想一下？我一个外地人，我每次回他们家，家里面一大家子人就跟我说话，然后讲一口方言，然后我一句都听不懂，我连蒙带猜，然后就还跟他们就是强颜欢笑2、3、4个小时，我多累啊！人家老年纪大了，学不会普通话，不会讲普通话，只能讲方言，那我还去怪人家？我说你不行，你不能对我老婆讲方言，你要讲普通话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我就听不懂，你还怪我了？那这方言，那我能怎么办呢？你没办法跟人交流，痛苦你懂吗？我也没不给你翻译，我也教你啊。拦一句啊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没结婚之前这个矛盾没有吗？没去过家里吗？去过。少去，谈恋爱之前。因为他说他结婚之前他就和我说的，他说以后不希望和家长住在一起，我也答应他，同意他，我说可以的，好的。那我结婚之后不也每周都陪你回去吗？不是，打小是跟母亲住在一起。对，因为我小时候我单亲家庭嘛，我就跟我妈妈在一起住。
家说，你看我生病，我老公陪我去看病，我老公多体贴，我是想表扬你的呀。但是真正关心你的人，那不都还是在想我，在怨我的吗？那别人怎么想，然后我不是这样想的呀，那就是一个脑回路不一样的问题啊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把我妈接过来，让我妈照顾我呢？我妈把我照顾的可好了，然后一直到嫁给你之后，感觉就很多事情都不好了。那我这得工作，我怎么什么事情都为了你，都帮你操持好呢？那我不工作那怎么办？咱们这家怎么办？问一下，慢慢的听出味道来了啊！你想象当中的家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就是我好好学习嘛，然后他工作的时候我也不会打扰他，家务一些事情我们共同承担。就我其实还是想着就跟结婚之前一样，然后我们还可以就一直跟结婚之前那么甜蜜。那这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的最大区别在哪儿呢？在你的想象中？就我感觉，首先就家务上面我做的多一些，我每天很累，我每天上午。哎，你后悔结婚吗？我的字典里没有后悔这两个字，因为本身就没有意义。其实后悔有时候也有意义嘛，后悔也是一种情绪嘛。就我上这个节目，你的字典里面有后悔吗？没有，当然不后悔。后悔当初干啥还费那么大事情呢？所以还是想好是吧？对呀。那你听明白他说的话了吗？他就是觉得我没有以前像那样体谅他了，他觉得我就是人变了。但是我以前确实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没有工作。不，你看我没有正式工作，那压力没那么大。你的描述方式永远是解释，我只是说你理解他要什么。我理解他，你娶了个你这样，你给我描述一下，你娶了个什么样的太太？肤白貌美大长腿。你介意你娶了一个生活里我是中心的女人吗？当然不介意，她怎么样我都。那你就记住了啊，以后别说了，你去做就好了。因为至少今天我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女性，我是世界的中心，我想要的我一定要得到，我想做的我一定要去做。这生活哪有那么简单啊？哪有那么多的一定啊？我以前就是都围绕着她，但是现在不一样，我没那么多空间让我去。你解释有用吗？没用。对啊，你解释是没用，你尝试其他的方法。所以大家听到的前面的那么多琐碎的这个争吵，其实在背后是什么？就等一下，主持人，你们并不互相了解。他说的想好好过，把你们的原因、理由先扔在一边，你们让老师们好好给你们分析分析，到底问题出在哪儿，应该怎么办？不要再吵了，吵没用嘛，吵了半年了吧已经，幸福的恋爱的时期很幸福嘛，这结婚怎么就像那什么一样？就是都积压在一起吵出来的，就平时都还好，就积压多了之后就会吵。行吧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05年开始呢，我们就取消了这个高。
跟人说话的时候带有很强的攻击性吗？自己能感受到的。有的时候会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攻击性呢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从小有一个不安全感，时刻充满了攻击性，这是一种自我防御。还有就是你特别早就想结婚，其实也是一种不安全感造成的。对于他来说是什么？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已经把弹簧压到底了，他觉得结完婚之后这个弹簧能不能松一点？你要的是结婚之后我这弹簧可以压得更狠一点。你们两个人对结婚的需求刚好是相反的。结婚了之后，你们又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低估了生活的复杂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你们才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，到最后就崩盘了。保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，不要再把自己绕成一团乱麻了，越绕越乱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其实男生骨子里并没有把女孩当成自己的妻子。你骨子里把它当成什么呢？还是一个学生，而女生呢，已经把自己作为两个角色了，一个是学生，一个是妻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不需要做家务，你只要学习，但你偏偏要去做家务。但是这一点他领会不到，迄今为止没做过后悔的事情是吗？对。未来也不会吗？我觉得后悔就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暂且不说它有没有意义，你觉得未来会有吗？我相信不会。你相信不会是吗？对。那你果然是一个孩子，因为你觉得自己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，恰恰意味着你马上可能就要吃大亏了，也可能是学业，也可能是婚姻，未来有可能还工作上都是如此。就比如现在你做出的种种的反馈，至少目前这个阶段看起来是错的，因为在你现在这个阶段，你第一，你不喜欢本专业，你面临着换专业，也就是说你要应对2个专业的考验，对吗？对。第二，你本身对妻子、对家庭、对未来的这种幸福生活是非常憧憬的，你治愈了他不可出现错误的状态。你是一个自我要求蛮高的人，并且呢比较有执念，但是执着和固执这一字之差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不要固执，好不好？好。对爱情有很好的憧憬，没问题。先解决眼下的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学业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，结婚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你觉得结婚好玩吗？没我想象的好玩。所以其实你是后悔了的。明明是个黄毛丫头，你学别人穿什么高跟鞋呢？这节目组要求的呀。你看你的情商有多低啊！我说的是你今天穿高跟鞋吗？就是。
大长腿，了解我，对我好，那叫温柔。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任性呢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不体贴呢？就你们根本不相信对方是谁。结婚这个事儿不跟演戏一样吗？你不能跳戏啊。所以不跳戏是什么？就是承认，我的老婆就是有这么多问题，我能不能接受？我怎么办？我的先生就是这么一个德行，我能不能接受？我怎么办？能接受了，所谓的磨合才开始。相信爱情吗？相信。相信爱情吗？行了，那你们就记住老师的话，该怎么着怎么着吧啊！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大一的时候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来，请关门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唯能取代你。希望这段爱情能有一个特别美的结局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家人特别反对我和男朋友的这段感情。男朋友说呢，让我等他3年，他挣了钱就会回来接我。可是我不想异地恋，我想陪在他身边。但是我家里人说，如果我非要和他在一起，就不认我这个女儿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没有不认的女儿，只有不值的爱情。所以希望你冷静下来，好好思考一下，你们的爱情是否能够继续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